失散多年的妹妹终于找回了家，可3个哥哥却只想嘎了她，只因爸爸多看了她一眼，他们就要让妹妹从这个家彻底消失。龙晨桃本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从出生起就各种悲惨，却不料前脚刚中100亿大奖，后脚就掉进粪坑被活活淹死。可当他再次醒来，竟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豪华房间，旁边还站着一个面色阴冷的大帅逼。小桃子正一脸懵逼，下一秒就被人提了起来。你说她就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什么女儿？谁是你女儿？桃桃这才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变小了，难道我这是穿越了？还穿成了眼前这个大帅逼的女儿？她吓得哇哇大哭，可随即一张平底锅就贴到脸前，再哭就把你扔出去喂狗。小桃子急忙止住抽泣，呜呜，好可怕，大帅逼要嘎了我。这时衣衫破烂的男人解释，对啊，龙晨先生，她就是你货真价实的亲闺女啊，您看这是她母亲的遗物。小团子突然反应过来，刚才他说龙晨，难道自己真的穿书了？还穿到一本全员疯批的反派家族，不仅家主龙晨烈手段毒辣，3个儿子更是一个比一个疯批，白切黑大儿子龙晨业，病娇变态2儿子龙晨风，以及嚣张跋扈3儿子龙晨义。而小桃子开局就被人贩子拐走，要卖给眼前这个大反派换钱。既然她是我女儿，那你说她母亲叫什么？男人一听顿时慌了，竟然忘打听那个女人的名字了。龙晨先生，你听我狡辩，虽然这孩子是我偷来的，不过我亲眼听到说她是你的孩子，没想到不解释还好，一解释龙晨烈更生气了。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他一个眼神，黑衣人瞬间领会，只听一声枪响，随后男人就被人拖了出去。小桃子哪见过这场面，小脸一时吓得惨白，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对上了龙晨烈那冰冷的目光。你自己滚！说完他一松手，瞬间把孩子摔了个狗吃屎。小桃子也想滚啊，可这黑衣人手里都有枪，自己不会前脚刚走后脚就被打死吧？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活下来。于是他心一横，直接抱住男人大腿撒娇卖萌，爸爸别赶我走，桃桃不想离开你，桃桃不想变成孤儿。男人一脚将他踢飞2米半，滚开小骗子！却不料小桃子使出翅把把的力气，直接跳到男人身上死死搂着他。桃桃也信龙晨，万一那个叔叔说的是真的呢？爸爸你确定不再考虑下吗？我就使劲演，不信你会这么狠心丢下我。龙晨烈扬起嘴角，万一是真的吗？有意思，你是第一个敢跟我谈条件的。如果你是我女儿的话，那我可以收留你，但如果让我知道你骗我，你一定会死得很惨。小桃子差点原地裂开，但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龙晨烈拔掉她一根头发后，便随手丢给了管家。晚上躺在床上，小桃子久久不能入眠，没想到自己不光穿书了，还穿到小说时间线的10年前。可她压根不记得龙晨烈有女儿啊！完了完了，自己肯定不是亲生的，得趁对方没发现赶紧逃出去才行。于是她一溜烟的爬下床，悄咪咪的来到门口，逃离大反派计划现在开始。可2分半后计划就宣布失败了，这个地方也太大了喂！正当她打算停下来休息时，偶然瞥见了墙上大反派的照片。这家里可怕的人不是1个，而是足足有4个。她吓得完全顾不上休息，直接拔腿继续狂奔。就在跑了31分钟后，终于让她发现了出口，而且门口还没有黑衣人看守。她闻到了是自由的味道。就在小桃子要跑出去的一瞬间，突然一只手抓住她的衣服，随即狠狠将她丢在地上。等她再次抬起头，看到一个白毛少年恶狠狠地盯着自己。你是谁？为什么在我家？小桃子一眼就认了出来，他正是龙晨家嚣张跋扈3少爷。说话哑巴了吗？小丫头被吓得一脸懵逼，死嘴快狡辩啊！随便编个理由骗他也好啊。她吓得一步步后退，突然身后撞到了什么东西。小姐您怎么跑这里来了呀？看到管家大叔的一瞬间，小桃子瞬间感动得热泪盈眶。管家大叔你真是我的恩人，来的正是时候。可龙晨义依旧不肯罢休，质问管家他是谁。回小少爷的话，这是家主的小女儿啊，时候不早了，我就先带小小姐回去休息了。说完就抱着小桃子离开了。此时的龙晨义感觉天都塌了，爸爸竟然背着他偷偷生了个女儿。片刻后回到卧室，小桃子表面假装睡觉，可当管家离开后，他一个鲤鱼打挺迅速起身，撒丫子就开始狂奔。再见了大反派，他要去追寻诗和远方了。可奈何这鬼地方太大，小桃子不仅没找到出口，还被一块石头绊倒，摔了个狗啃泥。看着眼前迷宫一样的城堡，悬着的心终于死了。这根本就逃不掉啊喂！凭什么别人穿书都是团宠小公主，她穿到反派家不说，还没好好享受就要安享晚年了。以现在这小小的身体根本跑不出这里，而且就算出去也可能被饿死，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先讨好一下反派爹，等时机成熟再想办法离开这个地方。于是第2天一早，小桃子就化身可爱小厨娘，想要征服一个男人，那就从征服他的胃开始。不是他吹，前世他可是很擅长料理的，可他刚来到厨房就遇到了麻烦，眼前这灶台太高根本就够不到啊！想着困难总比办法多，小桃子搬来一个小板凳，站上去一看，食材的种类竟然意外的丰富，那就做小狗屎蛋糕好了。只见他一顿操作行云流水，很快一份色香味俱全的蛋糕就做好了。这时身后传来冰冷的声音：你在干什么？大早上的吵死了！看到龙晨烈父子走出房间，小桃子自信满满的拿出蛋糕：我给大家做了早餐，快来吃吧。龙晨义一脸的嫌弃：不就是个蛋糕吗？又不是没吃过。可他话没说完，却见龙晨烈已经插起一块放到嘴里了，味道还不错。小桃子满心欢喜，毕竟为了攻略反派老爸，他可是用了很多独家秘方。而另一边的龙晨义却如遭雷击，爸爸竟然在夸他，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不行，绝不能让他抢走我的爸爸。即使他被馋得咽了2公斤口水，却还是迟迟不肯动嘴。一旁的小桃子看得一脸无语，这哥们还跟自己较劲呢。哥哥，你确定不尝尝吗？很好吃的。小傲娇一脸
傲娇能有多好吃？反派爹一个眼神警告，下一秒小傲娇就乖乖开动了。老爸怎么总是向着他？吃就吃，我倒要看看能有多好吃。没想到一口下去，小傲娇差点看到了丘比特。我的老天奶，这也太好吃了吧！小桃子眨巴着大眼睛，怎么样，哥哥，好吃吗？却不料龙晨一将叉子一丢，傲娇的别过头，难吃死了。这时反派爹将餐具拍在桌上，两人同时被吓了一哆嗦。是谁教你吃饭的时候乱扔东西的？感受到龙晨烈的恐怖威压，龙晨一吓得浑身颤抖，就连一旁的小桃子都看不下去了。反派爹这么凶，难怪儿子一个个都要黑化。他急忙上前打圆场，那哥哥喜欢吃什么呢？有机会我做给哥哥吃呀。可这时反派爹突然语气冰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是想讨好我们好让你留下吧？小桃子颤抖着回答，不是的爸爸，我就是喜欢做料理。却不料反派爹油盐不进，鉴定结果马上出来，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小桃子心里那个苦，要不是之前黑衣人守在门口，他早就开溜了。然而在一旁的小傲娇眼中，两人却是一副父慈女孝的恩爱画面。爸爸竟然和他有说有笑的，真是可恶！爸爸从没和我说这么多话，凭什么他能得到爸爸的关注？于是他主动出击，爸爸明天学校有运动会，你能来看我比赛吗？小傲娇期待的眼神换来的却是反派爹满脸的不耐烦，我很忙没空去，都是借口好吧？再忙半天都抽不开身吗？小桃子心生一计，要是能让反派爹带自己去学校，到时候人多眼杂，岂不是逃跑的好机会？于是他眨巴着大眼睛看向反派爹，淘淘想去哥哥的运动会，爸爸带我参加好不好？反派爹微微皱眉，你去那干什么？那个淘淘之前都没参加过运动会，而且淘淘想给哥哥加油打气啊。小傲娇顿时一脸娇羞，大哥二哥跟自己不在一个学校，爸爸也没看过自己比赛，之前别的孩子都有父母鼓励，却从来没有人给他加油，心里虽然感动，可他却依旧十分嘴硬，才不用你给我加油，因为我本来就很厉害。小桃子气得心里只想骂娘，这死孩子怎么这么倔呢？这时反派爹勾起唇角，有意思，我可以带你去，正好我也有事要去办。小桃子一听满心欢喜，第一步计划成功了。另一边小傲娇也超级兴奋，爸爸要去看我比赛，真是太好了。可转念一想，爸爸是因为他才去的，他的脸色又瞬间冷了下来。这次比赛拿到第一，到时候爸爸一定会关注我，冷落他的。于是第二天一早，小桃子换了一身可爱学院风穿搭，终于离开龙晨家了。嘿嘿嘿嘿，还没高兴2秒，一只大手突然将他拎了起来。学校里人多，你乖乖待在这别走丢了。小桃子表面笑嘻嘻，心里却叫一个苦，他就是想走丢啊。而一边龙晨一眼中满是不爽，等着瞧吧，我今天一定大放异彩。很快比赛就要开始，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就绪，可龙晨一还在努力着自己贴号码牌，尝试了半天还是够不着。看到别人有爸爸帮忙，小傲娇心里那叫一个羡慕。这时桃子注意到了他，原来是贴不到号码牌吗？这爷俩真是的，一个哑巴的娃，一个瞎眼的爹，俩直男碰到一起真是简直了。突然小脑瓜灵机一动，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三哥你快过来，淘淘帮你贴标签呢。龙晨义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还是乖乖把号码牌递了过去。小桃子假装手短够不着，随即把目光投向了一旁的反派爹，爸爸你来帮哥哥贴一下好不啊？龙晨义心中咯噔一下，小心翼翼地走到龙晨烈面前，爸爸可以帮我贴一下吗？龙晨烈黑着一张脸，只是冷冷地让他转过身去。小傲娇感动得泪流满脸，爸爸帮我贴名牌了呜呜。而小桃子也抓住机会，撒开腿就准备开溜。你要去哪里？淘淘吓得原地做起了广播体操，我是想热热身，一会好给哥哥加油。真是可恶，刚想跑路就被抓包了。反派爹扬起嘴角，我还以为你要逃跑呢。不是的呀爸爸，淘淘怎么会逃跑呢？不过淘淘运动累了有点口渴，可以给我点钱让我去买点饮料吗？龙晨烈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哦是吗？你想喝点什么？小桃子心里暗自嘀咕，什么都问，真是没有边界感的成年人。淘淘想喝甜甜的草莓芝士小狗屎牛奶，只见龙晨烈一个响指，下一秒管家瞬间出现，小姐您要的饮料。桃子人都傻了，等等，管家不是没跟我们一起来吗？他是从哪里瞬移过来的？那个淘淘觉得这个太腻了，还是酸酸的金桔百香果柠檬汁吧。小姐您请用。桃子表示不服气，就不信今天难不倒你。我要香蕉巧克力奶昔多肉水晶葡萄黄金叶叶乌龙猫山金榴莲小狗屎味鲜榨果汁。片刻后，管家闪亮登场，小姐请看，您要的都在这里了。反派爹冷笑一声，怎么样，够你喝了吗？其实淘淘也不是很渴了，如果有甜品的话，也许。下一秒各种甜品出现在眼前，不知道小姐喜欢哪一种口味，我就随便准备了一些。爸爸可能不知道，实际上水果才是我的最爱。倒车请注意，小姐请看这里，一卡车水果任您挑选。小桃子人都妈了，我只是想逃跑而已，你们不至于做到这样吧？随着上半场比赛开始，龙晨烈直接将他抱了回去，闹够了就看比赛吧。而不远处的龙晨义看到这一幕，更加确信了他假意讨好自己，目的就是为了抢他的爸爸。为了保证爸爸不被抢走，小傲娇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今天的比赛我全都要赢，我要让爸爸的目光被我吸引，爸爸的眼里只能有我。等上半场比赛结束，小傲娇自信满满，她第一时间冲到看台，爸爸3场比赛我2场都是冠军，看我厉不厉害？龙晨烈冷冷的嗯了一声，就让小傲娇备受鼓舞，太好了，爸爸竟然夸我了。可反派爹
话锋一转，不过作为龙晨家的孩子，你应该拿3个冠军。小傲娇眼里的光消失了，神情也从开心逐渐变得落寞，最后沮丧地低下了头。这小可怜的模样，就连一旁的桃子都看不下去了。三哥只是想被夸奖一下，反派爹竟然泼冷水，这也太不会教育孩子了。果然这家不能多待，于是他又找了个理由，我奶茶喝多了，肚好痛，想要去厕所。反派爹要带他去，却被小桃子当场拒绝了。笑话，有你跟着我还怎么逃跑？而龙晨一看着这一幕后，槽牙都咬碎了。凭什么他什么都不用做，就能轻易霸占爸爸的目光？是不是他消失了，爸爸就会关注我了？想到这，他突然眼神狠厉，一定要让他从这个家彻底消失。等到中场休息时，龙晨烈准备带小桃子上厕所，这时校长却突然邀请他参加董事会。小桃子仿佛看到了希望，恩人终于出现了，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可谁料反派爹一口回绝了，这可把桃子急坏了。爸爸你就去吗？人家校长特意邀请你，肯定是有特别紧急的事情呀。搞事业的男人最帅了，秃头叔叔你说对不对？校长连连点头。正当龙晨烈犹豫时，龙晨一扯了扯他的袖子，爸爸我来照顾妹妹，您就放心去吧。小桃子心中默默为他点赞，随即一把扑到哥哥怀里，那你们不要跑太远，我会议结束后就去找你们。两人各自心怀鬼胎，爸爸放心，我最喜欢妹妹了。是啊是啊，我也喜欢哥哥。等反派爹走远后，龙晨义直接一个过肩摔走你，他就知道会这样，臭小鬼什么的真讨厌。小桃子转过头一脸委屈，哥哥桃桃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桃桃？龙晨义一把抓住他，笑容也变得越发阴森，跟我走，哥哥这就带你去找厕所。小桃子一听白眼都要翻白了，呵呵，小反派都快把搞事情写脸上了，这演技还得多练啊。片刻后来到一个废弃建筑，桃桃不是要去臭臭吗？去吧，厕所就在里面。小桃子装得可怜巴巴，哥哥我害怕，放心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外面等你。小丫头故意拉长音调，那哥哥你一定要在门口等我，千万不要离开哦。话没说完，龙晨义就将他推了进去，随后一溜烟的跑掉了，一直到外面没了动静，小桃子才长舒了一口气。果然小孩子的心思就是好猜，你以为锁了门就能把我关起来啊？怕不是忘了这里还有个窗户，想不到我还能跳窗逃跑吧？说着他就爬了上去，可即使用上了吃把把的力气，窗户依旧纹丝不动。小桃子人都傻了，窗户竟然被焊死了吗？等回过神，他才发现这废弃建筑里黑通通的，格外阴森，恐怖的氛围逐渐将他笼罩，前世被霸凌的画面一幕幕在脑中浮现。他抱紧自己发抖的身体，努力安慰自己别害怕，可这时黑暗中亮起一双野兽的眼睛，下一秒就朝他扑了过来。而另一边，龙晨义面色慌张地找到反派爹，爸爸不好了，妹妹她逃跑了。哦是吗？龙晨烈冷冷瞥了他一眼，小傲娇声音颤抖，是真的爸爸，你看妹妹还留了一封告别信。龙晨烈打开皱巴巴的信，我不喜欢爸爸，我走了不要想我。看来他是真的走了。龙晨义的嘴角偷偷扬起，看来爸爸信了，不过这信里竟然有错别字，这孩子没教育好啊，怎么可能？我特意查了字典才写的。话刚出口，他就意识到完了，自己暴露了。只见反派爹一步步向他走近，他人呢？如果你说谎，后果你是知道的。此时小桃子惊恐地靠在墙角，拿起身旁的扫把准备防身。这时一只硕大的老鼠冲了出来，小丫头吓得拿起扫把一顿乱挥，一人一鼠在黑暗里大战了300回合。这时身后传来一阵光亮，铁门被人推开，只见龙晨义神色冷峻地走了进来。小桃子看到反派爹，眼眶止不住地在泪水里打转。这时鼠鼠吱了一声，直接给小桃子吓得惊慌尖叫。反派爹一个眼神过去，鼠鼠吓成了豆豆眼，转身就一溜烟疯狂逃窜，连鼠鼠都能吓跑。果然大反派不能轻易招惹。反派爹勾了勾手指，冷冷地让他过来。桃桃啊的一声扑到他怀里，呜呜，爸爸你终于来了。龙晨义微微一怔，随即蹲下轻抚他的小脑瓜，却不料小桃子扑上来紧紧抱着他，在他衣服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使劲擦拭着。龙晨烈略显僵硬地拍着他的后背，而此时的龙晨义再也不敢作妖，只能走上前小心翼翼地道歉。龙晨烈冷冷瞥了他一眼，你应该和他道歉。小傲娇马上立正少息超大声，妹妹对不起，你有不原谅他的权利，他应该得到惩罚。龙晨义一听更慌了，他肯定落井下石让爸爸惩罚我，爸爸和妹妹都是大坏蛋。小桃子擦了擦眼泪，有反派爹撑腰，他也瞬间有了底气，迈开步伐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他要干什么？他究竟想要怎么让爸爸惩罚我啊？可下一秒小桃子拉起他的手，哥哥一定不是故意的吧？桃桃没事的，桃桃原谅哥哥。小傲娇羞得满脸涨红，他竟然说原谅我，不对，谁要他原谅啊？而且哥哥一定不会再这么对桃桃了是吧？看着他那天真的大眼睛，龙晨义尴尬地转过头，那个不会了，以后再也不会了。小桃子一把扑到他怀里，三哥真好，桃桃喜欢三哥，哈哈哈哈。其实一般般了，也没有那么好了。小龙晨家三少爷轻松拿捏，他前世的儿童心理学可不是白学的。龙晨咧嘴角勾笑看着两人，这个小鬼有点意思。片刻后回到赛场，田径100米的决赛即将开始，小桃子在观众席扯着嗓子为三哥加油，小傲娇表面一脸嫌弃，心中却乐开了花。这粘人妹妹也真是的，以后天天崇拜我可怎么办啊？很快比赛正式开始，小傲娇眼神坚定的像是要入伍，野丫头对我这么崇拜，我一定要拿下这个第一，不能让她失望。在信号枪响的一瞬间，龙晨义第一个冲了出去，看到桃桃卖力的为他加油，小傲娇心中暗自得意。可就在他分神的一瞬间，一只脚故意绊住了他，下一秒他就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小桃子见状顿时慌了，就连一直冷漠的反派爹也咯噔一下。等他缓过神，已经被人远远的甩在了身后。看到不远处的小桃子和反派爹，小傲娇默默为自己打气，快起来龙晨义，爸爸和野丫头都看着你呢。
一定要拿到第一才行。他踉踉跄跄的起身，强忍着身上的疼痛继续比赛。可当跑到终点时，比赛的前3名都已经产生了。看着眼前欢呼的人群，他的眼神从无奈逐渐变成落寞。这次没能拿到第一，想必爸爸和野丫头一定很失望吧。这时绊倒他的男生走过来，哎呦，倒数第一啊，你爸爸一定不喜欢你了，你个 loser。没等龙晨一反驳，小桃子就先站了出来，你个坏蛋，故意扮人不配拿第一，我哥哥受伤了都能跑完，在我心里他就是第一。男生恼羞成怒，对着小桃子就要动手，可下一秒却被人拦了下来。你敢动我妹妹试试？打又打不过，骂也骂不赢，他便只好灰溜溜的逃走。等龙晨烈走来，小傲娇失落的低下头，对不起爸爸，这次没拿到奖牌。可反派爹不仅没生气，反而宠溺的揉了揉他的小脑瓜，没关系的，你做的很好，我都看到了，哥哥受了伤还跑完全程没有放弃，陶陶以你为傲。第一次感受到爸爸的温柔，小傲娇所有的委屈和心酸彻底爆发，趴在父亲肩膀哇哇大哭了起来。等晚上回到龙晨家，梁小芝早就累得躺在车上睡着了，只见便宜爹一手一只，直接将两人扛在肩膀走回房间。眼前这温馨的画面，把家里的管家和仆人都看傻了，这还是第一次看到先生对孩子这么温柔，难道先生是被夺舍了吗？片刻后来到房间，梁小芝躺在床上睡得无比香甜，反派爹看着两人舒了一口气，果然小崽子只有睡着的时候最可爱。然而此时床上装睡的两人，爸爸竟然觉得我可爱，说的是人话吗？难道我平时不可爱吗？反派爹帮梁小芝盖好被子，回想白天在学校的场景，龙晨烈心中一阵感慨，这还是自他出生以来第一次被他这么抱住，一直以来因为工作忽略了他，原来被依赖是这种感觉，看来今天是摔疼了，抽空还得练习一下摔跤，以后再摔就有经验了。装睡的龙晨一感动到泪流满面，太好了，爸爸要带我出去玩了。而旁边的小桃子白眼都翻白了，那是因为摔疼才哭的吗？果然是瞎眼直男父子。这时管家推门进来，龙晨烈马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示意他不要吵到两人睡觉。等反派爹离开后，小桃子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啰里吧嗦说了半天，可算是走了。他跳下床刚打算回房间，突然又想起身后的龙晨义，三哥真的睡着了吗？好，哥哥哭累了所以睡着了，不过哭一哭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哥哥的感受了。小傲娇继续装睡不敢出声，心里却嫌他多管闲事。小桃子爬上去摸了摸他的小脑瓜，三哥晚安好梦哦，那我就走了。说完就哒哒的离开了，留下小傲娇一脸娇羞，感觉心脏都要跳到嗓子眼了。第二天一早，小桃子就开始准备早餐，可不知怎么的，她总感觉身后有人盯着自己，谁在那里？小桃子抓起一颗紫苹果丢了过去，身后的龙晨义急忙接住，三哥你来厨房做什么？小傲娇才不承认想来帮忙，来厨房当然是找吃的。说着拿起紫苹果咬了一口，虽然辣的眼泪都流了一地，可嘴巴依旧是硬的。我打小就喜欢吃洋葱，三哥你爱好真特别。对了，今天早上想吃什么？三明治你不喜欢，那你要吃鸡蛋松饼还是小狗屎蛋糕？就吃三明治吧。小桃子一脸疑惑，你不是说不喜欢吗？小傲娇支支吾吾了半天，那个我就是有点饿了，三明治比较方便，我才不是喜欢吃呢。啊对，你说什么都是对的，真是犟重。片刻后早餐刚做好，小傲娇就抓起三明治狼吞虎咽，明明就很喜欢吃嘛，真是口是心非。小桃子插起培根放进嘴里，瞬间感觉十分满足，培根真好吃啊，就这样几口下去盘子就要见底了。小傲娇看着眼前这一幕，然后又看着自己的盘子咽了咽口水，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她直接将自己的培根插起来，然后丢到小桃子的盘子里。那个我最讨厌吃培根了，以后我的你都要帮我吃掉，明白了吗？懵逼的小桃子一脸懵逼，她这是几个意思？见她迟迟不动，小傲娇的神情也从高冷逐渐变成了祈求。看到她嘴角上沾满了炒蛋，小桃子指着自己的嘴巴示意哥哥炒蛋。然而在小傲娇的视角里，却是小桃子撒娇卖萌要吃炒蛋的画面。原来妹妹是想吃炒蛋，于是她又将炒蛋全倒给小桃子。今天的炒蛋炒得太老了，你也帮我吃干净。小桃子这才意识到不对劲，突然她有个大胆的想法，今天的牛奶好好喝啊，可怎么这么快就喝完了？于是小傲娇马上吩咐下人叫厨房马上准备100份牛奶。小桃子心中暗喜，果然是这样，她在主动向我示好，虽然方式很奇怪，但似乎离自己攻略成功更进一步了。而龙晨义心中暗爽，有这么好喝吗？喝个牛奶高兴成这样，他当即叫来下人，记得以后每顿饭都要给他加3杯牛奶。小桃子听到差点原地去世，每顿饭都要灌4杯牛奶，干脆嘎了他算了。这时反派爹走了进来，他看到桌上的早餐微微皱眉，这些又是你做的？小桃子一副求夸奖的神情，是啊，上次爸爸说喜欢吃我就做了。可反派爹脸色一冷，以后不许再做了知道吗？小丫头表面点头答应，心里却忍不住吐槽，反派爹喜怒无常真吓人啊，看来还是得想办法逃跑，不然小心脏都要受不了了。这些小事交给佣人去做，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龙晨烈话没说完，管家突然匆忙跑了进来，小小姐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三人听到同时一震，小桃子心中当下就凉了半截，完了，自己的好日子要到头了。龙晨烈微微皱眉，刚和小丫头有了点感情，没想到鉴定结果这么快就出来了。他抬头瞥了一眼陶陶，直接给小姑娘吓出一身冷汗。啊哈哈，爸爸你快打开看看吧。他表面强装镇定，实则心里慌的一批，谁来救救我啊？现在夺走这份报告并销毁的概率是多少呢？肯定是0啊。一旁的小傲娇看着他有点担心，妹妹你很热吗？给你毛巾擦擦汗。啊哈哈，是有点热啊。小桃子接过毛巾擦了擦汗，然后直接拧出了一盆水。龙晨烈冷笑一声，随即便要打开信封，他一向冷漠的脸上露
露出一丝紧张。当初第一眼看到小桃子，他就觉得很像那个女人，因此才让她留下来。可她怎么可能是自己女儿呢？想到这，他莫名的烦躁。管家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紧张，之前龙晨先生说暂时将小小姐留下，找到合适的孤儿院就送走。现在怎么感觉先生有点在意了，甚至想让小小姐留下呢？看到鉴定结果后，龙晨烈当场怔在了原地。只见上面赫然写着确认亲生4个大字。他一脸严肃地看向小桃子，她竟然真的是我的女儿。不明所以的桃子被他这么盯着，悬着的心也终于死了。看反派爹这反应，自己的穿越生涯恐怕要就此结束了。可下一秒，龙晨烈突然一拍桌子：“快告诉我，那个女人在哪？”小桃子人都吓傻了，那个是哪个啊？龙晨烈一把将鉴定报告摔到桌上：“你的亲生母亲，她现在在哪？”小桃子震惊地瞪大双眼：“不是吧，不是吧，她竟然真是反派爹的亲生女儿！”看着反派爹一步步靠近，桃子吓得浑身颤抖：“对不起，爸爸，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醒来后就在这里了，之前的事都不记得了。”眼看情况不对，管家急忙出来打圆场：“小小姐还小，可能因为之前被绑架受到惊吓，失去了一些记忆。”龙晨烈烦躁地叹了口气：“罢了，现在马上派人去查。”晚上回到书房，他拿出了那张尘封的照片，真是长本事了。当初背叛我不辞而别就算了，竟然还背着我生了孩子，最好别让我找到你，否则你就死定了。第二天，小桃子满脸疲惫，昨天被反派爹吓坏了，晚上睡觉做了一整晚的噩梦。不过他还是觉得很神奇，自己竟然真的是反派爹的女儿。可明明小说里也没说他有女儿啊。原书中反派一家4个男的，都是促进小说男女主感情的炮灰。现在虽然小命保住了，但感觉跟着炮灰一家混，恐怕最后自己也会成为炮灰。这时管家大叔走进房间：“小小姐早安，这是家主特意为小小姐挑选的。”小桃子看着漂亮的小裙裙，双眼放光，没想到反派爹脾气那么差，眼光还是挺不错的。这时小傲娇推开房门：“你在里面干什么呢？等你等的早餐都要凉了。”这边小桃子正要给自己扎辫子，可是胳膊太短，怎么都够不着。“你太磨叽了，让我来。”小桃子表示怀疑：“三哥，你确定你会扎辫子吗？”小傲娇虽然心虚，但嘴却依旧是硬的：“不就是扎个辫子吗？你就乖乖坐好，包满意的。”妹妹满心期待的哼着小曲，可傲娇哥哥却犯了难。小辫子看着简单，操作起来是有点难度。这边是该往左还是往右呢？看着一片片掉落的头发，小桃子人傻了：“不是三哥，你这是编辫子还是薅头发？你等我再研究一下，相信我肯定没问题。”片刻后，龙晨毅自信满满：“搞定了，简直完美。”小桃子一看脸都黑了：“三哥，你怎么年纪轻轻就瞎了呢？这几个树杈哪里完美了？”这时反派爹走了进来：“怎么还不下来？你们2个在做什么呢？”小桃子委屈巴巴：“爸爸，我们在扎辫子。”龙晨烈冷冷哦了一声：“你这表情嫌弃的也太明显了，阿伟。”他看着小桃子思考片刻，竟然提出要亲自给他扎辫子。就这样过了2分半，龙晨烈看着自己的成果满脸得意：“我说爸爸，你到底在得意什么？这还不如刚才的树杈呢，而且我宝贵的头发掉的更多了。我亲爱的凯瑟琳、乔治、阿尔法、哈利和狗蛋儿，他们都是我的手足兄弟、挚爱亲朋啊！”看着爸爸的骄傲模样，小傲娇一脸崇拜：“爸爸太牛了，不是你们父子俩有什么可骄傲的？爸爸和哥哥都是大笨蛋，你们出去，我要自己扎。”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父子俩心中满是疑惑：难道妹妹是想要更多的小辫子？我觉得有道理，下次给她编50根。另一边，小桃子扎完辫子就匆忙的下楼用餐，看着自己盘子里满满的培根，小桃子忙向三哥表示感谢。小傲娇咧嘴憨笑，随后又突然反应过来：“我可没说那是我夹给你的啊！对，不是你。”反派爹看着2人斗嘴，嘴角不自觉地勾起一抹笑意，一口培根送进嘴里，小桃子顿感十分满足，好像待在反派家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时一声爸爸打断他的思绪，看清来人的一瞬间，小丫头心里彻底慌了。这一头乌黑的红发，难道是反派爹那个二儿子龙晨风？他记得原书中写过，那个龙晨风可是十足的疯批。这时龙晨风也注意到了他凑上前打量着小桃子：“这位妹妹是谁啊？哥哥你真聪明，她还真是我们的妹妹。”这时反派爹冷冷开口：“她叫龙晨桃，是你们的妹妹，以后要好好和她相处，明白了吗？”龙晨风神色一冷，没想到我只是去了个夏令营，回到家就多了个妹妹。妹妹好啊，妹妹什么的我最喜欢了。小桃子差点原地石化。要知道三哥虽然嚣张跋扈，但心思还是单纯的。这老二可不一样，他长大后可是赫赫有名的制毒师，而且从小就喜欢在食物里加一些佐料。看着龙晨风拿出糖果，小丫头吓得大气都不敢喘。妹妹这是怎么了？难道不喜欢吃糖吗？小桃子颤抖着接过糖果，谢谢哥哥，桃桃最喜欢吃糖了，哈哈。不过现在要吃早饭，糖就收起来，一会再吃吧。那就试试我最新研制的特制胡椒粉吧。说着在他早餐上一通狂撒。妹妹快尝尝吧，很好吃的哦。小桃子人傻了，怎么今天我是非死不可吗？这时龙晨烈突然开口：“好了，别闹了。”小桃子第一次感觉到反派爹的声音简直如天籁般悦耳，不想吃就别吃了，不必勉强自己。还有你龙晨风，我不是说过不要再捣鼓那些奇怪的东西了？小傲娇连连附和：“是二哥，你弄那些东西我吃了都拉肚子，妹妹这么小就别给她吃了。”随后他又极力否认：“你别误会，我可不是替你说话哦。”啊，对，还真是谢谢您老人家了。龙晨风怔怔地站在原地，怎么会这样？这么短的时间，他竟然能让爸爸和弟弟主动维护他，真是越来越有趣了。于是当着小桃子的面，他插起一块培根丢进了嘴里。小桃子吓傻了，这玩意儿狠起来自己都毒啊！可转念一想，不对，他就这么水灵灵的吃掉了，难道是没下毒吗？真是可惜啊！看来大家都不喜欢我做的东西，那下次我就买点好吃的，就当做给妹妹的见面礼喽。小桃子吓得不敢动弹，龙晨风的手指划过她的皮肤，让小桃子不禁打了个冷战。这哥们是住在冰箱里吗？怎么手指没有温度的？他强挤出一个笑脸，那太谢谢哥
哥哥了，我很期待呢。晚上，龙晨风在房间做实验，外面突然传来仆人议论的声音。听说家主和三少爷又送小小姐礼物了，谁会不喜欢小小姐呢？可爱又乖巧，对我们下人还超级随和。对啊，而却三少爷在认识小小姐之后，现在也变得可爱了不少呢。可当路过二少爷的房间，突然对上了龙晨风悠悠的眼神。你们打扰到我做实验了，还是说你们也想加入呢？仆人被吓得浑身颤抖，下一秒就匆忙逃离了现场。另一边的龙晨风眼神无比阴冷，人人都喜爱的小小姐嘛，如果把她的尸体做成娃娃，不知道会不会更招人喜欢呢？小桃子费尽心思攻略反派一家，却没想前脚刚搞定傲娇三哥，后脚又被病娇二哥盯上了。原书中他对女主爱而不得，因此彻底黑化，打算毒杀男主，最终反被男主设计，喝下了自己亲手调制的毒药。小桃子万万没想到，龙晨风这么小就开始研制毒药了。虽然他一直被哥哥们针对，但也不希望他们出事。可要怎么避免这炮灰一家的悲惨结局呢？小桃子正自顾自地想着，外面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让我看看是谁来这么早呢？他哒哒地跑去开门，下一秒却见二哥不怀好意地站在门外。早啊，妹妹，我特意给你带来了甜品，方便让我进去吗？小桃子只感觉后背一阵凉意，她看了眼篮子里的食物，那颜色就差把有毒写在上面了。阿威无奈，他硬着头皮将二哥请进房间。看来自己还是太天真了，现在就不该想着如何拯救炮灰一家，而是要保住自己的小命啊！妹妹，快来尝尝，这是我亲自给你做的点心，可好吃了呢。小桃子已经汗流浃背了，看着好好吃啊。不过二哥，你不是说要给我买点心吗？我只是把买的食物稍作加工，怎么不算是买的呢？小桃子强装微笑，心里却只想骂娘，不会做就别浪费食材啊！喂，这色香味俱不全的让人怎么吃，简直忍不了一点。而龙晨风在一旁故作可怜，你随便挑一个就行，我可不是强迫别人的那种人哦，你只要选一个你喜欢的口味就行。你小子把心里话都写脸上了，我哪敢不选啊？再说谁家好人做的食物长这样，就这说没毒谁敢信呢？为了保住小命，小桃子坚信这些东西一定不能吃，可不吃又没法把这尊大佛送走，没别的办法了，只能靠你了肉肉。于是他摸着自己干瘪的肚子轻笑一声，那个哥哥，这些点心我都好喜欢啊。可淘淘刚吃完饭，现在肚已经吃不下了，我看装食物这个篮子还挺好看的，可以送给我当礼物吗？这小子肯定不会想到我选这个的吧？小小病娇轻松拿捏，龙晨风一口答应，眼神中却闪过一丝狡黠，他直接拿起一块糕点放进嘴里，这把一旁的桃子都看傻了。不是吧，不是吧，他狠起来连自己都毒啊！此时龙晨风笑得越发得意，妹妹还真是会选啊，看来你很喜欢竹子的香味啊。小桃子一脸疑惑，她贴近篮子仔细闻了闻，果然有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那边龙晨风已经开始倒数了，在数完3、2、1后，他打了个响指，小桃子顿时感觉眼前一黑，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让她忍不住躺在地上疯狂打滚。这小子竟然在篮子上下毒！二哥，你有解药对不对？快给我解药！二哥，龙晨风冷哼一声，我根本没研制解药，因为你的存在让我的家人都变了，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说完，无视地上苦苦哀求的小桃子，转身就要直接离开。小桃子趴在原地，疼到怀疑人生，她不会就这么死了吧？好不容易才有了归属感，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小没良心的，枉他昨天还想着怎么让他避免悲惨结局。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抓起篮子直接朝龙晨风扑了过去，一个绞杀将他死死扣住。你小子给我下毒是吧？那我就以毒攻毒，今天谁都别想好，都得死。二哥你快闻啊，很香的哦。龙晨风拼命地想要挣开，可小桃子却死死抱着他不肯松手。二哥送的礼物我太喜欢了，一定要好好跟二哥分享才行。这时突然响起一阵巨响的咕噜声，两小只脸色同时一黑，下一秒就狂奔冲向卫生间。哇，我要上厕所，让我先去，你往后面站。看着两人疯了似的你追我赶，一旁的龙晨义觉得奇怪，二哥和妹妹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他们是在赛跑吗？此时眼前的好像不是厕所，而是他们最后的尊严。两人使出了拉把把的力气，龙晨风率先赶到了厕所，还不忘回头挑衅的看向桃桃。小桃子心下一横，冲着龙晨义超大声呼喊：三哥，你帮我抓到二哥，我明天给你做3明治吃。小傲娇一听双眼放光，那我要双蛋双长的。说完就朝着龙晨风扑了上去。小桃子趁机抢先一步来到卫生间，二哥我先到了。说完关门上锁，一套动作行云流水。这下龙晨风彻底傻眼了，随着一声剧烈的扑哧，好像有尊严破碎的声音。什么情况？二哥，你身上怎么有股奇怪的味道？看着龙晨风捂着屁屁夹着腿走下楼，身后的龙晨义却一脸懵逼。二哥你去干嘛？你没事吧？二哥就这样过了2分半，两小只完全虚脱在沙发上。妹妹真是好手段啊，看来下次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对付你了。小桃子冷冷瞥了他一眼，人家拉的屁屁都快冒火星子了，他竟然还在内笑。你有什么手段尽管来，我是不会服输的。这时一只大手将他抱起，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开心？爸爸，二哥他……没等小桃子说完，龙晨风却神色紧张地打断他，你别胡说。看到他那慌乱的神情，桃桃瞬间领悟，原来小病娇也是害怕反派爹的，于是他故意拉长音调，爸爸，哥哥他呀。龙晨风紧张地站起身，下一秒却听桃桃奶声奶气地开口，哥哥他送了我礼物，我很喜欢呢。小病娇感觉脑子不够用了，什么情况？他这是什么意思？反派爹宠溺地捏捏他的小脸蛋，看来你挺喜欢风儿啊，那今天就由你来照顾妹妹吧。说完把桃桃丢给龙晨风，然后又捏了捏他肥嘟嘟的小脸，内心 OS 这手感真不错。等到反派爹走后，龙晨风又恢复那病娇的神情，没有揭发我，看来妹妹是有别的打算。小桃子担心和反派爹告状会加速他的黑化，所以才决定稳一稳他。
他。淘淘小人不计大人过，不想和哥哥一般计较罢了。说完，两人四目相对，似乎都想用眼神干掉对方。龙晨义远远看到这一幕，二哥和妹妹又在干什么？你们是在玩谁先眨眼的游戏吗？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就这样，三小只六目相对，一直到眼睛瞪得通红才罢休。小傲娇揉着酸涩的眼睛，这游戏真好玩，下次你俩玩一定要带上我啊！小桃子满心答应。啥时候三哥突然变得没心没肺了呢？不过只要不黑化就是好哥哥。至于二哥，这位病娇晚期怕是已经没救了。想到这，小桃子起身就要走，我要自己玩了，就让他们黑化了被主角团欺负吧！略。看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龙晨风微微勾起唇角。以前家里人都躲着自己，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和我正面硬刚，真是越来越好玩了。第二天一早，小桃子从噩梦中惊醒，呜呜，你别过来，二哥你不要嘎了我。好在女仆及时叫醒了她，小姐起床了。淘淘乖巧的和凯丽姐姐打招呼，随后像工具人一样开始梳洗。自从二哥回到家后，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还好爸爸安排了凯丽姐姐照顾他，让他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些安抚。等来到楼下用餐，他先是开心的和三哥打招呼，又乖巧的向爸爸问好，最后还不忘向二哥示威。龙晨风冷冷啧了一声，本来烦躁的心情现在更烦了。爸爸，我吃饱了，要去补习班上课了。那你今天把妹妹带上吧，她喜欢跟你玩。那个爸爸，我其实也没那么喜欢。小桃子拒绝的话还没说完，龙晨风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小傲娇一听二哥要把妹妹带走，瞬间急了，我也喜欢和妹妹玩啊，不对，我的意思是我也喜欢补习。龙晨烈一眼看穿他的小心思，你不是最讨厌补习吗？那个我就是今天突然喜欢的。说完，两人拉着妹妹出门。小桃子心里那叫个苦，真是生活不易，淘叹气。等几人来到补习班，家庭教师早就等在了教室，一起等的还有龙晨烈的侄子龙晨言。两小只恭敬地向老师行礼，对方却冷着一张脸，迟到了5秒钟，学习这么不积极。你看看人家阿言，年纪虽然小，但学习比你们好多了，提前1个小时就到了。小桃子心中咯噔一声，她想起来原书中提到过，这个老师也是哥哥黑化的原因之一，因为很早就开始在龙晨家教书，所以为人十分傲慢。只见他冷冷地看向一旁的小桃子，你就是龙晨先生认的养女吧？这么小能学什么？真是浪费我的时间。小傲娇当下就反驳他，老师，这是我亲妹妹，不是什么养女。小桃子心中一阵动容，三哥明明也很怕这个老师，可他还是站出来帮自己说话。老师闻言狠狠瞪了他一眼，马上回到座位上去，别耽误我的时间。很快开始上课，今天我们学习量子力学的广义相对论。回到座位上后，淘淘扯了扯小傲娇的衣服，谢谢三哥帮我说话，本来有点害怕，有三哥在安心多了。小傲娇满脸得意，放心，有我在包靠谱的。一旁的龙晨风白眼都翻白了，这天真的傻弟弟被这心机妹妹忽悠得一愣一愣的。突然一本书砸在桌上，老师黑着一张脸看向三人，再开小差你们就给我出去，我的课堂不欢迎笨蛋。看看人家阿言，这次在学校又考了第1名，再看看你们，龙晨义，我记得这次你考了倒数第2吧，真是个智商为负数的废物。一旁的龙晨风没忍住扑哧一声，下一秒却被狠狠瞪了一眼。龙晨风，你还有脸笑？每天搞那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龙晨家怎么养出你这样的怪胎。两人脸色同时一沉，心中愤怒的情绪到达了顶点。小桃子见状暗道不妙，两个哥哥的黑化进度在增加，得想办法做点什么才行。只见他心一横，直接跳上了桌子，用弱小的身躯将两个哥哥护在身后。带你个坏老师，不许你这么欺负我哥哥！